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60岁后怎么判断身体素质好坏，满足4个条件可谓老当益壮。所谓花无百样红，人无再少年，我们每个人到最后都会以一个垂垂老矣的姿态来回望过往的人生。身体状况毕竟和年轻的时候没得比了，老了之后究竟是与病榻相伴，还是老当益壮，其实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。今天就和大家聊聊60岁以后的身体素质。为什么是60岁呢？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年龄范围，60岁以上的就算是老人了。60岁后更年期也结束了，人体正式步入衰老，身体机能下降，这时候我们应该想办法弥补，努力的让自己不要生病。当然了，也有人会说自己身体素质很好，60多了看着一点也不像是老人。也有的人才50多岁就满脸的沧桑了，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。今天就从普通的情况来说，60岁以后怎么来看自己的身体素质。60岁后怎么判断身体素质好坏？如果大家能够满足4个条件，可谓老当益壮。第一个条件，硬性指标健康。血压指标，如果高压高于140毫米汞柱，低压高于90毫米汞柱，就代表患上了高血压了。血压偏高会带来很多的问题，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心脑血管疾病。不过由于人年老之后血管退化，弹性下降，血压本就会有所上升，所以稍微的超过一点也不算太严重。尤其是80岁以后，血压150、90毫米汞柱都算是比较正常。当血压有异常升高，但还处于轻度的时候，一般可以通过生活调理来将血压降至正常水平。生活调理包括控制饮食、积极运动、减重、保持好的生活习惯以及控制情绪等。而血压一旦达到了中度以及以上的值，通过生活干预则很难将血压降至正常水平，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控制血压。长期血压控制不当，会让心血管健康受到了影响，发生动脉硬化、冠心病以及心梗等病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。除此之外，还会累及眼底、肾、大脑功能等，会威胁全身的健康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致人死亡。血糖值，糖尿病同样是老年人常见的代谢性疾病之一，而且并发症非常的多，而控制血糖就是稳定病情的关键。正常情况下，空腹血糖值应该保持在 3.9 至 6.1 毫摩每升。当测量出的空腹血糖值高于这个指标，建议就要及时的引起重视了。而餐后2小时血糖应该不高于 7.8 毫摩每升。老年人的话，可以适当的放宽一点标准，空腹血糖7毫摩每升之内，餐后2小时血糖低于 11.1 毫摩每升，这还算是健康的。还可以通过饮食、运动来调节。临床上将糖尿病分为前期、病期和晚期3期。前期是指正常人到糖尿病患者的过渡期，在这个阶段及时的发现并进行干预的话，有希望让患者康复。而糖尿病期来临时，则意味着患者的胰岛素功能是代偿了，通过生活调理无法很好的控制血糖，需要配合降糖药物来治疗。糖尿病晚期的患者会在胰岛功能差的基础上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，包括心血管损伤、视网膜病变、下肢血管病变、糖尿病足以及神经系统损伤等。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遵医嘱来服药控制血糖，同时生活中的饮食也需要干预，少吃升糖指数快的食物，要将血糖控制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。血脂指标，血脂包括高低密度脂蛋白、甘油三酯、总胆固醇等。成人总胆固醇的正常水平是 2.83 到 5.20 毫摩每升，甘油三酯水平在 1.7 毫摩每升以下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分别在 3.4 毫摩每升以下和 0.9 毫摩每升以上。
60岁以后，脂质堆积的问题加重，老年人要控制总胆固醇水平在 6.45 毫摩尔每升以内，超过这个指标就可以断定为高血脂了。高血脂也是引起血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大原因。据研究显示，血脂中总胆固醇每升高1毫摩尔每升，脑卒中的发生率可增加 25%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每升高1毫摩尔每升，脑梗塞等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会减少 47%。想要控制血脂水平，需要通过药物、饮食以及运动共同进行，这几个缺一不可。具体的用药需要由专业的医生指导，切不可盲目。第二个条件，运动达标。年老体弱是我们对衰老的固有印象，但其实老年人不一定体弱，甚至身体素质可以比年轻人还好。看看每天晨起锻炼的大爷大妈们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要说的运动指标，就是指可以接受一个什么强度的运动。之前见过一位大爷，快70岁了，天天跑步10公里，甚至定期会参加马拉松，那运动指标铁定达标，甚至是超标。不过也有些老年人肌肉萎缩得很厉害，连走过路都颤颤巍巍的，那么运动指标就肯定不达标，甚至简单运动都做不到。一般老年人可以每天运动半小时，而且运动之后不会觉得非常的疲惫，身体也没有损耗，尤其是骨骼肌肉方面只会越练越强。如果前一天跑完步，第二天脚伸不直，膝盖废了，那肯定不行，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素质来循序渐进。第三个条件，消化代谢规律。老年人要看看自己每天吃饭能不能正常的消化，会不会有消化不良、吃完腹胀的情况。而且健康的老年人一般每天的排泄时间是固定的，而且不会遇到便秘、腹泻的问题，这就代表人体的胃肠道还算健康，新陈代谢良好，不会在人体内堆积垃圾毒素，不容易生病。反之，经常吃不下饭、排不出便的老年人，就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胃肠道的健康了。第四个指标，睡眠健康。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越老睡的时间越少，甚至有的人每天4、5点就起床了，到了晚上睡觉又辗转难眠，这就很不好。健康的老年人应该上床后半小时入睡，而且每天能够睡满至少7小时，醒来不会觉得身体疲惫或者是睡不醒，这就代表内分泌稳定，长寿的可能性也会更大。总的来说，60岁以后想要判断自己的身体素质好坏，其实还是得看硬性指标，包括血糖、血脂、血压指标，还需要关注运动状态，代表了一个人的体力耐力情况，还有睡眠、消化问题也很重要，要综合掌握。如果你60岁以后还能够满足以上这4个条件，那就恭喜你了，说明你还很年轻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